叶山、叶铁，距离皇城狩猎还有不到10天的时间。这段时间你们哪里都不要去，直接带着这些催灵丹去想办法找老生，兑换聚灵丹，争取和叶灵一起早点突破聚灵境。从此以后，我们两兄弟的命就彻底卖给叶天了。整整1000块下品灵石，这次我就不信了，我的武魂等级还不能提升到玄级。叶枫长老，白梦儿，你们等着吧。我叶天有恩必报，有仇更加要报。皇城狩猎，唯有聚灵境武者方能参加，哪怕我此时已经到聚灵10筹，我也绝不能突破到玄武之境。所以树苗武魂，这次的灵气我一丝一毫都不能要，我只要你能快速的突破到玄级武魂。吾等拜见无极老祖，无极圣功千秋万代，称霸北域。吾等拜见无极圣功诸位大人，参见神武长老。都起来吧，尔等北域诸国都是我无极圣功的臣属，算起来大家也算是自己人。本座这次过来乃是奉命主持这一届的皇城狩猎，也是从北域选拔一批优秀人才，壮大我无极圣功。对了，老夫来之前听说你们北域这次出了一个很不错的天才，名叫楚天河的，此人是哪个武府的？回神武长老，这楚天河是小王所属，天波武府最优秀的弟子。天河，你还不上前拜见神武长老？小人楚天河拜见神武长老，更祝无极圣功千秋万代，独霸9天。你叫楚天河是吧？你很不错，有天赋，识时务，期待你在这次皇城狩猎中的表现。现在你们让所有想要参加皇城狩猎的小辈5时之前全部都来此地集合，过时不候。庆王殿下万岁！盟主万岁！无极圣功千秋万载，独霸9天。看来北赵皇族老皇帝确实不行了。若是不出意外，这次的皇城狩猎过后，庆王将会取代老皇帝登基。到时候庆王内与楚天河联手，外有皇家五府和四海五府的支持，这北域谁人能敌呀？胡阁主，你始终盯着天波武府的队伍看，可是那里面有什么你看中的人？叶萧大人，这天波武府确实有一个我看中的人，只是不知道为何确实没有出现。哦，难道说天波武府除了楚天河外，还隐藏有本长老所不知道的天才？庆王，这一点你可不能藏私啊！我天波武府天才众多，但最强的唯有楚天河。胡阁主，不知道你关注的是谁？一个小辈，名叫叶天，庆王你应该听过吧？叶天，这小家伙比楚天河若何？我当胡阁主说的是谁？原来是那个叶天。本王估计这叶天是没有胆量参加这一次的皇城狩猎了。哦，这是为何？大人，您有所不知，这叶天乃是我天波武府第一败类，经常胡作非为，影响极其恶劣。若不是我家王爷宅心仁厚，念他年少，又是武府弟子，更被他人蛊惑，早就把此人逐出武府了。看来这次你们丹武阁却是看走了眼。也许吧，不过这叶天是否胡作非为，
本阁主不清楚，但就凭此人敢与楚天河定下生死赌约，本阁主就颇为看好此人。奇怪，这都快50了，叶天怎么还没有来？庆王，该不会你故意不让叶天参加这次的皇城狩猎吧？哈哈哈哈，耽误阁主说笑了。本王身为吴府院长，向来是一碗水端平。哪怕这叶天品行有亏，但只要他有能力参加皇城狩猎，本王断然不会阻止。就只怕叶天这次是怕了楚天河，不敢来参加这次的皇城狩猎了。再说时间上也是来不及了。午时已到，既然叶天怯懦，不敢出战，那本王只能宣布取消他的。等一等，谁说我不敢出战的？叶天，你好大的狗胆！皇城狩猎是何等重大，你姗姗来迟就很过分了。你竟然还敢让无极圣宫的诸位大人等你一个！我若是没记错，无极圣宫的诸位大人说的集合时间是午时，而我也只是按照诸位大人的命令准时前来，我有什么错？而且诸位大人还没有怪罪我，你就跳出来代替诸位大人做出决定，指手画脚。难道说你认为你可以替代诸位大人做出决定吗？韩虎，你好大的狗胆，竟敢越俎代庖！你说，你是不是早就对无极圣宫不满，暗中产生了叛逆之心？好你个伶牙俐齿的小孽障，休要胡说八道！我韩虎对无极圣宫的忠心日月可见，叶萧大人，您一定要相信我呀！哼，谅你也没有胆子，敢对我无极圣宫不敬！你就是叶天，是你跟楚天河定下的生死赌约？不，是楚天河故意宣扬，我只是被迫应战而已。叶天，到了现在你还想要否认？若是你怕了，那就跪在地上自废武魂，我楚天河还可放你一条生路。楚天河，我不惹事并不代表我怕事。你四处造谣，逼我答应你的生死赌约，你真当我不敢答应吗？今天我叶天话就撂这儿了，你要战我奉陪，我若夺取皇城狩猎第一，要你的命！就凭你也想要我楚天河的命？天真！不过你找死我就成全你。我楚天河若胜，我不仅要你的命，我还要镇山长老还有你们老院长一并答应，从此不得干涉天波五府与皇家五府合并之事。这样的赌约，你们敢接吗？战！楚天河、庆王，既然你们执意要如此，那我们这些老家伙可以奉陪。今日我们就当着无极圣宫诸位大人的面定下生死赌约，叶天胜利，楚天河死，北赵皇族也不得再以任何借口干涉我天波五府之事。若楚天河胜，我们这些老家伙也将不再以任何理由阻拦三大五府合并之事。叶天，为师从来没有求过你什么，现在为师只求你一件事，无论如何，你绝对不能输。我来之前，老院长曾让我转告你一句话。什么话？老院长说，无论成败，五府的未来都交给你，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哪怕天塌了，也有我们这些老家伙替你顶着。五府不负我，我叶天绝不负五府。楚天河，战吧！哼哼，任你天赋再强，可惜你站错了队，那你终究将会成为一只被天河踩在脚下的蝼蚁。哼，用不着楚天河出手，本皇子就能把你这蝼蚁贱民踩在脚下。叶天，有种的，现在就滚上天梯，与本皇子战。叶天，10天之前，
丹武阁，你触怒了本皇子。今日，本皇子就要在这天梯之上向你证明，跟楚天河斗，你不配；跟我斗，你更不配。我当是谁？原来是你啊！你要跟我比？没错，本皇子要跟你比。不过我不跟你比比斗，我跟你比意志。皇城狩猎的第一关，比拼的乃是天梯意志。本皇子就跟你比，谁能在天梯的压力下走得更远。若是我胜，我要你跪在地上，向本皇子和白梦儿姑娘磕头道歉。七皇子，加油！梦儿，你就看仔细吧，没有人能够侮辱本皇子的女人。叶天，你还要站到什么时候？若是怕了，现在就跪下。叶天，你有天赋是不假，可惜你太不会做人了。我还是那句话，当你能够低头的时候，你就不要抬头；当你能够跪下的时候，你就不要站起来。哼，你不是我，你没有资格站在这个舞台。哼，我不要的一双破鞋而已，真不知道你哪里来的自信，还有脸出现在我面前。我也还是那句话，白梦儿，你看男人的眼光真是越来越差劲了。你想用这位七皇子来羞辱我，那我就如你所愿。今日我叶天要用最强之姿重现天波五府的辉煌。七皇子，你的挑战我接了，我败任凭处置，你败则带着白梦儿滚出皇城狩猎。好，那我们就说定了。梦儿，你且看着，本皇子是如何打败这个蝼蚁。就是不知道这次的皇城狩猎，楚天河是否能够打破这项纪录，走完这完整的天梯。哼，难呀，完整天梯不是那么好走的。哪怕我在无极圣宫能够走过完整天梯的，也是极其罕见。故此圣公有言，唯妖孽能踏天梯。楚天河虽强，顶多也就踏上900台阶而已。从现在起，狩猎开始。凡是能踏过500道天梯之人，可进入下一轮。若有人能达到900阶以上，本座当重点观察。天哪，是武魂，居然是黄级10品武魂！哼，叶天，看到了没有？这才是我们的真正差距。别以为你得到老院长一派支持，成了暴发户，你就能与本皇子比。现在你跪在地上，向本皇子和梦儿道歉，还来得及。跪？就凭你？天哪，这叶天，他居然也是10道光环，黄级10品的武魂。好，想不到本尊这次来，居然在北域发现了这么多的可造之材呀！哈哈哈哈哈哈！黄级10品，他怎么可能是黄级10品？哈哈哈哈哈哈！叶天，你果然是个大傻瓜呀！仅仅只有黄级10品而已，而且还是最不被看好的植物类武魂。就这样，你也配跟楚天河斗？哪怕是本皇子，你也将望尘莫及。黑龙武魂已经50道台阶了，不愧是七皇子，我皇家五府最强的天骄。七皇子万岁，七皇子必胜！你叶天拥有10品武魂又如何？跟七皇子比，你依旧是地上的癞蛤蟆。放弃你这样的废物，我白梦儿不后悔，更无错。哼，
区950道而已。本皇子的目标不是追平纪录，而是打破纪录。继续前进，本皇子要让叶天那贱民这辈子都只能仰望我的背影。加油！加油！怎么可能？你居然能够追赶上本皇子的步伐？怎么，不敢踏了？你怕了，我可不怕。有一句话，七皇子你算是说对了，我的背影，你这辈子只能仰望。现在我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能踏上我这个位置，就算我输。若是不能，那就麻烦你带着白梦儿那双破鞋，马上给我滚！现在就滚出我的视线！白梦儿，有一句话你说错了，这不是属于你的舞台，而是属于我的舞台。我不会屈服，但我站在高处的时候，我可以低头俯瞰着你们。叶天，你这样做这么绝？愿赌服输，你们输了，便给我滚！叶天，你敢！孽畜，竟敢如此对我皇族！庆王，你是怎么控制天豹五府的？这样的孽障，你必须把他驱逐出五府。990步，这就是你的极限。不得不说，你让我很失望。七皇子，你且后退，你的仇我帮你报。990步，你确实很不错，可惜你所能做的只是打破纪录，而我楚天河却能创造历史。叶天，你且看好了，这将是你一生最后的时刻，见证我楚天河亲手开创的历史。997步，这应该就是楚天河玄机武魂的极限了。你是不是在想，这里就是我的极限了？叶天，你还真是天真呢。我的强大，你也无法想象。天哪，整整999步，这样的步伐，哪怕我北域，也无一人能够做到。楚天河真正的创造了历史。啊不，楚天河还能够继续，他可是我北域第一天才。也许他还能更进一步，踏上我北域1000年来从来没人能够踏出的那一步。整整1000年了，终于我北域最强的天才就要诞生了吗？今日，我要你亲眼看着，什么叫做绝望，什么叫做无法逾越。成功了，这楚天河居然真的成功了。呵呵，踏上去并不代表成功，要站稳了，那才是完整的走完天梯。可惜呀，楚天河的天赋与意志还是差了一点。好，楚天河，你果然没让本座失望。虽然你没能在天梯上站稳，但是能够踏上天梯，你已创造了北域1000年以来的历史。现在你先下去疗伤，接下来的战斗你不用比了，直接进入最后的决赛。尔等可有异议啊？没有。叶天，现在你可曾后悔挑战了我？若你真有种与我一战，那你就踏上天梯的尽头。若是你踏不上去，那你我的生死赌约也就是一个笑话而已。不得不说，楚天河这一招还真是毒啊！我若不上去就是丢脸，我若上去了，要是撑不住，或者坚持的没楚天河久，就只会更加的丢脸。10倍的天威很强吗？死我尚且不怕，何惧你天威呢？但楚天河贪生怕死，不敢真的踏上天道。我敢，天赐的武魂我都能无视，何惧这天道的威压？父亲说过，
天道不会在弱者的心中，只会在强者的脚下。我叶天不要成为弱者，我要变强。不，这不是真的，他怎么可能踏上巅峰？他怎么可能达成和楚天河一样的高度？他不过是凛冬城的贱民而已，他不过是我白木儿抛弃不要的废物而已。他为什么这么强？叶天，你忘了当初在凛冬城放弃武魂，被人当成废物的屈辱了吗？若要变强，我就不能屈服于天道。我可以被天道压垮脊梁，但绝不能被天道压垮了你的意志。我要战，天若压我，我便战天；人若压我，我便杀人。挺住，我一定要挺住！只要意志不灭，哪怕是百倍天威，也休想压垮我！天哪，已经5个呼吸了！这个北域小辈，他的武道意志到底有多坚韧，才能够以区区10品武魂就踏上天梯之巅？胡阁主，你早知道会这样，所以你才会那样的看重叶天。叶萧大人，如果我说我也没想到叶天能踏上天梯之巅，更能坚持这么久，你信吗？叶天，北域第一！如今历史由我创造，天道在我脚下。楚天河，你还有什么话说？秦王，看看你干的好事，这样的孽障，当初若你能心狠一点，岂能容他成长起来？现在妄言失败还太早了一点。须知对于武者来说，意志强弱只是其次，武魂高低才是根本。再说，楚天河也只是一时大意才会失败，叶天也仅仅是一时侥幸才会成功。我们又岂能以一时成败论英雄？按本王看来，这次的交锋，叶天楚天河当属平局。叶萧大人，您认为呢？亲王说的对，武魂才是根本。这次以本座看，叶天和楚天河就算作平手吧。至于七皇子，尽管挑衅在先，但看你天赋的份上，本座也破例允许你留下。亲王说的对，武魂才是根本。就算我意志再强，武魂不行那也是枉然。楚天河，这次我认栽。果然，当年的北域神话李丹青能够和无极圣宫结仇，不是没有原因的。天河兄，请。我承认，这次是我大意了，居然让你侥幸与我打成平手。但是下一次你遇到我，我绝对不会再大意，我将拿出全力与你决一死战。楚天河，不可如此！你和叶天都是难得的人才，岂能自相残杀呀？这样吧，叶天，若你能在接下来的狩猎中再夺第一，本座就替楚天河做主，取消你们那生死赌约。楚天河，你可有意见啊？这次算你走运，有叶萧大人替你说话，我楚天河就饶你一命。哼，那我是不是该感谢你的不杀之恩呢？不错不错，想不到这次的皇城狩猎居然比上次还多出100个人通过天梯考验，你们很好。现在本座宣布，皇城狩猎的第2关，看到这个玉牌了吗？此乃我无极圣宫特制的积分牌，尔等只要滴血认主，然后带着这积分牌猎杀凶兽，
它就会根据你们猎杀的凶兽等级自动记录你们所获得的积分，最后积分最高者当属第一，更会得到我无极圣宫赐予的无极血玉。唯有如此，我才能得到无极血玉，帮助叶枫长老恢复破损的武魂，也弥补我的愧疚。刘静师姐，刘云师兄，我先去黑风山脉了。这把清风剑，麻烦你们帮我保管。10天，我一定要成为第一。怎么？我的样子很可怕吗？居然连一个肯跟我联手的人都没有。不过也罢了，联手难免要分给对方积分，单打独斗反而获得的积分更多。跟上他，无论你们用什么办法，一定要追上去，杀了这叶天。敢害得本皇子丢丑，本皇子就要他的命。七皇子您放心吧，就算没有您的吩咐，我也绝对不会放过叶天的。我一定要让他尝尝比我10倍100倍的痛苦。杨安，那本皇子就等你的好消息了。既然要获得大量积分，就必须要寻找相对强大的凶兽。这就是皇城狩猎的残酷。我们在猎杀凶兽的时候，焉知这些凶兽不是在猎杀我们呢？不过难得碰到一头重伤的铁甲兽，这可是巨灵10重的凶兽，积分应该不会太少。哪里有凶兽重伤后看到人类还不跑的？这其中一定有问题。不好，这小子发现破绽了！上当了，这里乃是一个陷阱。叶天，你果然难杀，我们这么精心布置的陷阱都被你识破了。你们是哪个武府的？无怨无仇，为什么要杀我？我们是哪个武府的，你就用不着问了，毕竟死人是不需要问问题的。一起上，杀了他！瞬杀之剑！不，你替我挡住！牛师弟，你放心，你不会白死的。瞬杀一剑固然号称天波府第一剑，但只要施展一次就需要耗费全部的灵气。等你死了，我们会替你报仇，更会照顾好你的家人的。叶天，你还真是蠢啊！一出手就是耗尽全力的五府第一剑，这叫我秦兵看你怎么死！哼，区区残月剑法也想杀我？你们真当我叶某人是软柿子吗？混账！居然炸我！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给我杀！杀了他！替牛师弟报仇啊！啊！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既然你们要杀我，那就别怪我心狠。叶天，你还是太天真了。哪怕你拥有黄金10品武魂，最多占我们4个，也就是极限了。我且看你如何抵挡我们第5人的攻击。张师弟，速度杀了此人！死吧！嘿嘿嘿，我终于杀了一位黄级10品的天才了！怎么可能？叶兄，饶命！我不是故意要杀你的，是白梦儿让我这么做的。求求你，放过我！不过白梦儿，你屡次3番想要害我，这笔账迟早要找你还。肯定是秦兵算计我的时候，又舍不得损失这头铁甲兽，所以故意留了一口气。既然这样，那我就不客气了。才100点积分，果然，想要夺取第一，并没有那么容易。我去，这么剧毒的蜘蛛凶兽，才50点积分。看来想要获得第一，我还需要猎杀更强大的凶兽才行。前面发现了一具凶兽尸体，似乎是被火焰烧死的。用火？这么说，不是叶天？这就是叶天。你们难道忘了，在秦兵那群尸体中
有一个人也是被火焰烧死，而且这头剧毒蜘蛛刚死不久，那叶天肯定还没有走远。给咱家搜。咱家？这声音还有些耳熟。谁？是七皇子让你们来杀我的。看来无论是白梦儿还是七皇子，都很希望我死啊。不好！救我！什么？你是杨安？正是咱家。叶天，你没想到有一天还会见到我吧？不对，你被逐出吴府的时候连巨灵境都不到，现在你的境界怎么可能会达到巨灵10重？还有你的声音，怎么跟太监一样？都是你，都是你！咱家能有今天，全拜你所赐。叶天，咱家要折磨死你！呀！我怎么都不学，这杨安怎么会变得这么强？夜魔头，你没想到吧？杨安拜你所赐，被逐出天波五府后，由于仇家太多，连我们皇家五府都不敢收留，最后还被仇家打断了那玩意儿，只能被迫进入皇宫做了太监，却没想到因祸得福，拜了大内总管李公公做干爹，还学会了一身惊天动地的邪功。哼！什么？杨安，你不但做了太监，还学了邪功？叶天，还不给咱家死来！血魔滔天！叶天，你没想到咱家的身上还带着防御宝器吧？任你剑法再强，也休想伤到咱家一根汗毛。好险啊，差一点就被那血魔手打中了。还有，皇城狩猎禁止使用宝器。杨安，你是怎么把宝器带进来的？怎么带进来的？叶天，你还真是太天真了。主持皇家狩猎的可是皇族，以七皇子的身份，只要暗中吩咐一声，命人提前把1、2件宝器藏在黑风山脉，谁能够知道？就算知道，谁又敢说出去？叶天，你这贱民，仗着天波五府一群老不死的撑腰，竟敢与皇族作对，更当众羞辱七皇子。今日这场皇城狩猎就是你的死期！叶天，给咱家死来！追！绝对不能让他跑了！叶天，咱家今天发誓要弄死你！杨啊！这叶天莫非是疯了？他这样跳下去，难道就不怕直接摔死啊？不对，他不会摔死。地图上有记录，这座悬崖下面似乎是一条河。他不是要跳崖，他是要跳河逃生。杨安，快阻止他！饭桶，废物！若你们能够拦住他，咱家早就把那叶天斩杀了。放肆！杨安，你好大的狗胆！你们谁敢退，此人就是下场。别忘了七皇子吩咐你们什么，杀不死叶天，我们都要死。现在继续追，绝对不能让叶天活着离开。都给咱家打起精神，顺着河流继续追，哪怕是追到黑风山脉的尽头，这叶天也必须要死。若是那些皇家五府的弟子追来，我还不怕。关键是杨安的邪功和宝甲是个麻烦，而且始终被人追杀，总是一件不爽的事情。而要破掉宝甲，玄级剑法恐怕不行，必须要我的剑法等级提升到地级才行。总之，先找个地方避避风头再说吧。快追！咱家感应到了，那是叶天的气息，他似乎还受了伤，但跑得非常快。
跟咱家向东边追。不对呀，西边的地面有一排脚印，还有水迹，明显是那叶天匆忙逃走时所留。一群猪脑袋，这些脚印和水迹明显是那叶天故意留下的，为的就是误导我们追杀他的方向。可惜他千算万算，却不会想到咱家能够分辨出他血的气息。原来如此啊！那叶天果然不是东西，居然这么无耻的手段都想得出来。还是杨公公您明察秋毫，让叶天的无耻奸计无所遁形。多亏了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教给我不少逃命的本事，否则的话，这次我还真的很难摆脱杨安的追杀。不过那头野猪到底只是低等凶兽，就算跑得再快，也最多只能坚持1天半天，就可能跑不动，被杨安追上宰掉。而在这段时间内，我必须要找个相对安全的地方才行。好恐怖的毒液，这样一口毒液，估计就算是宝器都未必挡得住啊！等等，毒液、宝器，我怎么没想到呢？我打不过杨安那群人，难道还怕你条畜生不成？头生毒角，更能喷出火焰。这条青天巨蟒已经快要蜕变成青天巨蛟了。有办法了，只要能搞到这条青天巨蟒的毒液，哪怕杨安邪功再泄，拥有宝器护体，我也不惧。这条青天巨蟒，我一定要杀！瞬杀一剑，血脉，给我苏醒！连续瞬杀之剑。糟了，好像烧过头了。希望青天巨蟒毒囊还在。还好，青天巨蟒2个毒囊，一个被烧成焦炭了，无法使用；另一个毒囊内还有着1/3的毒液，差不多有10滴。唯有这些蛇牙才能承受青天巨蟒毒液的腐蚀。只可惜，毒液的数量太少，要对付杨安的宝甲有些勉强，而且太过不值。有了这些毒液，我何不想办法去猎杀那些玄武凶兽？只要毒死1头，我就赚大了。没错，就这么决定了。五色魔牛，就决定是你了。果然，越级杀怪才是王道。对了，五色魔牛出现的地点，通常都会有至阳草的存在。不知道这头五色魔牛身边有没有呢？太好了，有了这株至阳草，我的剑如火终于有办法提前练成了。若是没有杨安这些人的追杀，其实这皇城狩猎还是蛮有意思的，既锻炼了自己，又能获得不错的收获。原来如此，我对修罗剑诀的领悟还是太薄弱了。修罗剑诀前面的剑如潮到剑如海，都仅仅替我打下剑道的基础。事实上，修罗剑诀真正的实力，其实是从剑如火开始的。就拿我来说，我完全可以尝试着把剑如火对火焰的掌控和我体内的九阳真火融合起来。如此一来，普通的剑如火释放只是普通的剑火，而我的剑如火所释放的却是九阳剑火，威力自然更加巨大。当年的李丹青可是北域神话，都为了得到九阳真火差点丢掉性命。这样的真火要是不能与我彻底融合，那就太过浪费了。我想九阳真火也一定是这样的想法，对不对？这样的痛苦，与我武魂觉醒失败所承受的煎熬和痛苦还是差得太远了。连那样的痛苦我都能忍受，现在的一点点痛苦又算得了什么？好在我的身上还有8根毒牙，只要能再猎杀8种不同的玄武境凶兽，我的积分绝对爆炸了，整整1万点积分！我的天哪！我好像记得刘静师姐跟我说过，上一届皇城狩猎的第1名获得的积分，也不过刚好5000点吧。太好了，有了这些积分，哪怕接下来我什么都不做，这皇城狩猎第1也必然会属于我。
现在我积分已经足够，九阳剑火也已经练成。杨安，接下来就不是你们追杀我那么简单了。北海郡主，你哪里逃啊？如果你肯乖乖投降，我们非但不会杀你，也许还会好好的疼爱你。曾龙，你们这群狗贼！我父王对北海国忠心耿耿，结果你们皇室却独显极能，诬陷我父王叛乱。今天姑奶奶我就是死，也绝不让你们抓住我。如果周围的凶兽气息我没有感应错误的话，这巢穴里居住的乃是残暴的五色魔牛。只要能激怒这头五色魔牛，我就可以摆脱追兵，最不济也可以跟那群坏蛋同归于尽。什么人敢坏我好事？是你。你是谁？不好，北海郡主逃进那边的神洞了。无论他逃到哪里，北海郡主都必须要死。当然，死之前，本太子一定要好好的玩一玩。怎么回事？这里还有外人？啊？你是叶天？你居然没被七皇子那群人杀死，还躲在了这里。我不管你们要干什么，但这里是我的地盘。放肆！你算什么东西？敢这么跟本太子说话？北海太子，你不要太过分了，这是我们北海国的内部之争，岂能牵连他人？要战，我跟你们出去一战。对不起，我没想过会连累你。北海太子追杀的人是我会挡住他们，你自己赶紧走吧。走？在皇城狩猎上杀人，这可是犯禁的大事。本太子可不想此人把事情传出去，从而让无极圣宫对我北海国留下不好的印象。所以，你们两个不如都留下来吧。不开眼的东西，本太子杀你那是看得起你。别以为你拥有10品武魂，登上天梯你就了不起。本太子要杀你，也跟踩死地上的蚂蚁没有什么区别。都给本太子上！女的留下慢慢玩，男的直接杀了喂狗。杀了叶天！我只是叫你们滚，你们就忍不住要杀我。果然，武道的世界比起讲道理，还是讲拳头更有用。小心，那是北海皇族最出名的铁桶阵，这些人也全部都是北海皇族培养的死士。叶天，你拥有皇品10级武魂又怎么样？不用等到七皇子或者楚天河来杀你，本太子就可以置你于死地。现在你就乖乖在里边等死吧。本太子现在要去找北海郡主好好的玩一玩了。无耻，我今天就是死也不会受你的侮辱。叶天，我帮你破阵，你快逃。也罢了，今天我就破例再出手一次，剑如海。这不可能的，你不过10品武魂而已，铁桶阵更拥有抵挡玄级上品武学的防御力，你怎么一剑就破掉了铁桶阵？怎么，你怕了？哼，本太子确实小看了你，不过你别忘了，本太子是什么身份？我可是北海国的太子，对我不利，就是对整个北海国。叶天，你这是在找死！所有人集中全部力量，先给本太子杀了这个贱民！果然是修罗剑诀的强大，但也与我领悟的这种剑之波动有着巨大的关系。叶天，求求你，本太子终于知道错了，求求你放过我，放过我！不能放过他。这北海太子在北海国无恶不作，不知道糟蹋了多少良家女子，此人死不足惜。公子，还请你帮我杀了此人，
来日我楚婷婷定会报答。这是在教我做事。还有，我凭什么要冒着得罪整个北海国的风险帮你？难道你还能以身相许不成？什么？看不懂？不杀你，是我不想被一个小丫头指手画脚；杀你，是因为我不想留下后患。糟了，我都还没有同意，他就真的帮我杀了可恶的北海太子。那我还要不要以身相许啊？万一以身相许，他却是个坏人，我该怎么办？叶天公子，请问你是坏人吗？叶公子，那你能不能不要用强？我心里还没有准备好。准备？什么准备？不准备就不准备，你救我一次，我给你一次，大家算是扯平了。不过你要我以身相许，我是断然不会答应的。就算我是坏人，也不会看上你这样的黄毛丫头。想要以身相许，等你长大一点再说吧。你再跟着我，信不信我立刻把你给办了？来啊，反正我的命是你救的，我又打不过你，你真想对我做什么，我难道还能反抗不成？你若真是这么柔弱胆小，岂敢随意闯进玄武境凶兽的巢穴？说吧，你跟着我到底想要干什么？我想要请你帮我猎杀凶兽。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被北海太子追杀，现在连一头凶兽都没有抓到。再这样下去，我很有可能进不了皇城狩猎的前10，而无法进入前10，我就无法救我父王出来。这些都是你的事情，与我何干？怎么没关系？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虽然厉害，却正在被七皇子的手下追杀，而我可以帮你避开那群人。你怎么知道我被七皇子的手下追杀？七皇子和被你杀死的北海太子可是狐朋狗友，在北海太子准备追杀我的时候，我恰好通过武魂偷听到七皇子派人追杀你的消息。好，我可以帮你猎杀凶兽，但你现在必须立刻带我前去寻找杨安。什么？你要去找杨安？你这样做不是送上门去让他们杀吗？你说的没错，我正是要主动找上门让他们来杀我。若是你怕了，你带着我找到他们，你就可以离开，也算是你报答了我的救命之恩。好，那我们就说定了，我帮你找到那群追杀你的人，你则是帮我猎杀凶兽。跟我来，我记得他们的声音，只要他们的声音在附近，我的玉兔武魂就一定能听到。一群饭桶，废物！咱家让你们去打听那叶天的消息，这么多天了，你们居然一点进展都没有。杨公公息怒啊，我们打听过了，可能叶天太狡诈了，根本就没有与其他人碰过面，除非他受伤。杨安，用不着四处打听了，我叶天就在这里，有种你们来杀呀！叶天，居然是叶天！叶天，你好大的狗胆！身为贱民，竟敢以下犯上，偷袭斩杀我皇家五府弟子，还有北海郡主！你居然与此等贱民为伍，也是当杀之人！真是狗改不了吃屎！你们这群自诩贵族的贱骨头，除了杀人灭口，也找不到其他办法了。一群饭桶，咱家要你们有何用？还不赶快滚到一边去，去抓住北海郡主，免得他走漏了消息。叶天小心，我来帮你。哼，小丫头，这里没你什么事，一群土鸡瓦狗而已，杀他们，我一人足矣。事到临头，还想在女人面前充英雄，叶天，你未免太小看如今的咱家了，受死吧！
你这是什么剑法？干爹教给我的血魔手，可是玄级上品的巅峰邪功，怎么可能抵挡不住这种火焰？你们还傻站着干什么？都给咱家上，围杀叶天！对，杀呀！一起杀，杀了叶天！剑如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杨安，哪怕你修炼了邪功，你依旧是那个贪生怕死的可怜虫。九阳剑火！叶天，你杀不死咱家，咱家的身上还有保甲保护。叶天，有没有人说过你其实很变态啊？你居然在聚灵境就领悟了玄武境都很难领悟的地级剑法，还有你身上那剑之波动是什么？我怎么感觉它比你的剑法更加恐怖？这剑之波动是我在突发奇想把九阳真火转化为九阳剑火的时候偶然出现的。难道说是因为我擅自改变剑如火凝聚剑火的方式出了差错，走火入魔了？你干嘛这么急？我还没有考虑好要嫁给你。小丫头啊，你想要嫁我还不想娶呢。我只是想要快点带你猎杀凶兽，时间快来不及了。不过为了让这家伙帮我获取足够的积分，本郡主暂且忍了。快看，出来了，有人出来了，是七皇子，七皇子出来了。还有北韩太子和北川太子也一起出来了。奇怪，北海太子和北海郡主怎么不见了？可恶，秦兵呢？秦兵怎么没有出来？这混账东西，我天龙帮对他寄予厚望，这才送他入四海五府深造，他居然关键时刻掉链子，等他出来必须要重罚。哎，怎么回事啊？都快要到正午了，叶天怎么还没有出来呀？那叶天这么久还没出来，八成是死在里面了。剩下的2层，估计是怕了跟楚天河的生死赌约，故意装作掉队躲起来了。不过他躲得过初一，可躲不过15。等这次皇城狩猎过后，不仅那叶天要死，你们天波五府也将会从北域除名。七皇子，闭上你的狗嘴！老娘跟我弟弟说话，轮到你插嘴的份儿？放肆，竟敢对七皇子无礼！哼，刘静，听说你是天波五府有名的母老虎，更与那叶天关系亲密。听说楚星河向你示爱，还被那叶天打了一顿。本皇子不才，今天不仅要向你示爱，更要当众向你求婚，就是不知道那叶天泉下有知，看到他一心保护的师姐却成了本皇子的女人，他会不会再气死一次啊？七皇子，放你的狗屁！就你这样的癞蛤蟆，也配得上我姐？哼，刘静，你最好管好你这个弟弟，否则他哪天死了，本皇子可不负责。还有你的婚事，可由不得你做主。刘家家主何在？今日本皇子正是向你刘家提亲，要迎娶刘静做本皇子身边的小妾，你可同意？七皇子能看上刘静，那是他的福气，只要七皇子愿意，别说纳她为妾，就是当做侍女，那也是他的福气呀。刘静，你听好了，从现在起，你就是七皇子的女人了。不，家主，你怎么可以这样？这七皇子明显是要羞辱我姐，把我姐推进火坑，你们难道看不出来？为什么你们要把我姐推进火坑啊？婚姻大事本就该是父母做主，刘静的父母不在了，
自当由家主做主。刘云，就算你反对也是没有用的，这是我们全体家族做出的一致决定。还有，那七皇子要相貌有相貌，要天赋有天赋，他有哪一点配不上刘家？别说给他做妾，就算是做侍女，都是我们刘家的莫大荣幸了。三叔，既然给七皇子当妾都是刘家的莫大荣幸，你怎么不让你的女儿去给七皇子当妾啊？孽障，你怎么跟长辈说话的？七皇子，小女年纪还小，更是早已经许配了人家。老先生，你不用多说了，本皇子对你的女儿没兴趣，偏偏只对刘静这头母老虎兴趣十足。刘静，本皇子倒要看看，等到了床上，你是否还这样火爆？住手！你们谁敢再动刘云一根汗毛，我就要你们的命！叶天，我就知道你不会轻易死的，你一定要保护我姐。七皇子要强纳我姐为妾，可恨刘家这群狼心狗肺的东西居然还同意了，想一起逼迫我姐，简直是一派胡言！没有家族对你们的养育，你们能活到现在？你们能加入天波五府？好啊，现在翅膀硬了就想背叛家族，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刘静，今天这婚事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必须答应，否则我们就当你们姐弟乃是背叛家族，按照族规当杀。还有那叶天，此乃我刘家家族之事，哪怕是天波五府都无法过问。你算是什么东西？你凭什么插手我家族之事？刘静师姐，我已经忍不下去了。如果我杀了这两个人，你会不会恨我？恨你？我只恨我姐弟不该生在这种无情无义的家族。叶天，无论你做什么，师姐都不会怪你。还有，我刘静此生不再是刘家人。小辈，你简直是招！从现在起，刘家就地解散，所有刘家之人限3天之内滚出北诏皇城。若是3天之后谁敢不走，叶天当血洗刘家。还有，从现在起，我师姐的婚姻由我来做主，没有经过我的同意，谁再敢强迫我师姐，我见一个杀一个。夜魔头不愧是夜魔头，光天化日也敢杀人行凶，你这是要向本皇子宣战吗？宣战？那又如何？哼，若要宣战，那简单，你我就再比一场，看这次谁能获得皇城狩猎的第一。我若得第一，我要你当众以死谢罪，你敢吗？可以，若你胜，我叶天当众自杀；若我胜，我要你跪在我师姐面前，磕头赔罪。叶天，你为我做的已经够多了，你根本就没有必要跟七皇子再次赌斗。师姐，若是你相信我，那就一切交给我。总之，他是怎么侮辱你的，我都要他还回来。还回来？叶天，你还是太天真了。这次的皇城狩猎，本皇子一定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绝望。有种的，现在就跟我返回祭坛。这个叶天果真是无法无天，光天化日，居然就敢当众行凶。叶天若不行凶，难道还要眼看着七皇子强抢民女，丢了你北诏皇族的颜面？好在叶天这小子够争气，这次无论叶天是否夺取第一，我们都必须全力保他。午时已过，从现在起，凡是没有赶来的，全部失去皇城狩猎的资格。现在，
把你们的积分牌交上来，本座将会根据你们的积分决定你们的名次。